助跑打门，华夏夺得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世界杯冠军，赢了！国足赢了！我随手买了2张世界杯体彩，当彩头哄老婆陪我一起看比赛。老婆随手抽走1张后，中了500万，但他却瞒着我，还独吞大奖。他提出离婚，甚至净身出户。可他不知道，我中的是8000万。老板，给我随便打2张世界杯。买了2张彩票，一起看球。你懂球吗？让彩票店店长随便打的，图个彩头嘛。本来就赚不了几个子儿，还净浪费钱，不如给我买根口红。葡萄牙夺得了世界杯冠军，西班牙则是本届亚军。我困了，先睡了。我中了8000万，这么多钱，能让婉婉过上好日子了。我拿了一张陈琳买的亚冠亚军的彩票，中了500万。这是我运气好，和他无关。而且彩票谁拿着就是谁的，我不可能给他1分钱，我必须赶紧和他离婚。陈琳，咱俩离婚吧。你自己想想，我们可是在首都，你1个月工资8000块，房租5000，水电煤气500，外卖2000，剩那点钱能干嘛？买件像样的衣服都不够。你看我身上这件，打完折1800，你买得起吗？你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！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那么多追我的不选，选了你这么个废物。那个姑娘，不是踏实过日子的，倒贴都没有人要她。你不信妈的话，以后要吃苦的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她说她会改，我愿意相信，我也答应了养她。咱们也没啥财产，卡里那2000块我不要了，我净身出户，你占便宜了，知道吗？你确定？怎么，你还怕我缠着你不成？陈琳，你放心，你这种条件的，我巴不得赶紧撇干净，离了婚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过我的阳关道。我们从此以后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。你看看，签了就行，咱们没房没车，没什么好分的。每天都加班，也不知道早点回来给我做饭，害得我只能点外卖。赶紧收拾了，记得把外卖钱给我报销了。就200，我要买那件外套差1000，这点钱都出不起，还装什么大男人说养我？祝自己生日快乐！
己在家享福呢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2000元归陈琳所有，其余所有未列明财产或离婚前新财产归各自所有。这条是你加的。律师说这是标准模板，你赶紧签，别磨叽了。徐婉，有了这条，你和8000万就彻底没关系了。你的后路是你自己封死。你到底签不签？怎么舍不得我，还是怕离了找不着下一个？陈琳，我跟你讲，跟你这几年，是我这辈子最浪费时间的几年。当初追我的人里随便挑一个，都比你有钱，比你有出息，比你像男人。你看这个破房子，一室一厅，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。我跟你住了几年这种地方，说出去都丢人。你要是还有点自尊心，就赶紧签了，别缠着我，别耽误我，你不配。徐婉，我问你最后一次，你确定要离？离，越快越好，我多跟你待一天都恶心。行，明天民政局。搞定了，他在协议上签字了，到手了，500万全是我的了，1分都不用分给他。我很期待，你知道你为了500万错失8000万之后，还能不能笑出来？我确认一下，有这个补充条例，我名下其他财产他没有任何机会分走了，对吧？多谢你替我确认，希望你一直记得你定下的条例。搞定了，晚上庆祝一下，我请你吃饭。对，离婚了。你一个月8000块能给我什么？500万全是我的了。徐婉不知道，她丢的不是一个穷老公，她丢掉的是8000万，和她这辈子最后一次被当事人的机会。本次世界杯最大奖金出自我们门店，经获奖者已经同意，特此闪领奖照片以作宣传。哎，女士，您这是？我没同意展示。这个也不让展示，中800万的也不让展示，我还咋宣传？他在遮什么？怕我看到那张海报？你遮吧，你到手的是400万，
我这张卡里是6400万，我会用这些钱重启我的人生。第一件事，搬家。先生，您是来找人的？看房。我们这是首都市中心顶奢别墅，最小户型438平，总价在1700万左右。您看您要不要先去周边其他楼盘了解一下？那边有小户型二手房，总价低一些。不用，我就看这儿。先生，买这儿的房是需要验资的，您应该通过不了。还有空房吗？有的先生，还有2栋可以选，价格都在2000万左右。您需要我给您算一下贷款价格吗？不用算，全款。人生就是这样，错过的就再也挽回不了。对于这个销售是，对于徐婉也是。喂，陈林，你在哪儿呢？不会是去城中村找出租屋了吧？我跟你讲，离婚了就得认清现实。你1个月8000，能租个单间就不错了，别挑挑拣拣的，到时候连房租都付不起，可别来求我。徐婉只会冲想我离了他流落街头，可他不知道，我刚全款买下市值2000万的市中心顶奢别墅。那之后，我开始利用1000万的本金做回我的专业风险投资，而徐婉都不用猜。这双也要，还有刚才看的那几个包，一起包起来。就这辆，全款拿下。他只有500万，却在挥霍无度。而我坐拥1000万，让钱生钱。真相逃难，准备搬哪儿去？城中村、群租棚？离了我，你也只配住那种地方，然后再找个农村来的，着急在城里嫁人的那种，2个人1个月挣8000，生一窝孩子，越穷越生，越生越穷。不过也不一定，你这种没骨气的，搞不好真能被哪家有钱寡妇看上。入赘嘛，伺候人家一辈子，也给人家做饭刷碗去，反正你在家也就只会这些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马上要搬价值200万的大平层了，首付50万我直接拿下，以后认识的全是有钱人。知道有钱人的圈子什么样吗？说了你也不懂。陈琳，从今以后阶层不一样了。你把没有我的未来描述的光鲜亮丽，却忽略了自己能不能负担起每月5万的房贷。你说我每个月只能月光，可你才是那个只会花钱的人。你说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是，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阶层的人，所以我看你说这些话，像看猴戏。说完了，
戳你自尊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以后过什么日子你自己最清楚。你想翻身，除非你中彩票。姐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来的正好，帮我搬东西。笑笑，你姐夫不对，前姐夫今天也搬家，你猜他搬去哪儿？他搬哪儿跟我没关系。我猜是城中村，月租800，隔壁网吧半夜嗷嗷叫那种地方。笑笑，你知道吧？有些男人就是太自信，还以为自己能过好日子，殊不知离了我，他肯定什么都不是。姐，陈琳对你挺好的。他对我好，你是来替他说话的。于笑笑，你见过他几面啊？表姐，你结婚这几年上过一天班吗？你说他穷的养不起你，可我听说这几年房租、水电、日常开销全是他一个人扛。那不能证明我过上好日子了。你看，这是我新买的车，全款。你看我这包，告诉你，于笑笑，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那陈琳这辈子都买不起这些东西。表姐，你的钱哪儿来的？你管我从哪儿来的？反正不是偷的，不是抢的，我就是运气好，怎么了？我没说你偷你抢，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养了你几年，你连一句好话都不给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？表姐，你说他是窝囊废，但我觉得离开你，可能是他这几年做的最对的一件事。一个外人都能看懂我这些年的付出，可徐婉，你从来没有。第一笔投资收益到账了，这笔钱够一个普通人在北上广拼10年，够徐婉拿去在贵太太面前充面子，充1年。而对我来说，这只是开始。同学聚会地点定哪儿了？5星级以下别叫我。徐姐现在混得可以呀，还行吧，刚换了大平层，又买了辆新车。有些同学混得好，有些同学咋连面都不露了？哎，陈琳，你来不来？陈琳估计不敢来了，毕竟现在跟我不是一个阶层了，来了看怪尴尬的。徐婉，你不知道我的台阶比你高多少。你站在1楼，对着地下室喊话，我坐在顶楼听。哟，真敢来！好，到时候好好喝2杯，给你聊聊我现在的生活，让你也开开眼，别自卑啊。我要去，但不是为了炫耀，也不是为了念旧，我要亲眼看看这个我从大学喜欢到现在的女人到底能烂成什么样。天啊，婉姐，这包很贵的吧？就30几万，买来玩玩。婉姐，我张伟，银行那个，您还记得吗？张伟啊，你那点利息我还真看不上。我那帮贵太太朋友带我做的项目，翻倍的都有。真的假的？什么项目？一个姐姐告诉我的小道消息，有个项目投100万进去，1年翻3倍。她只带熟人，名额有限。100万起，要是真能翻3倍，有这好事怎么不早说？能不能带带我们？100万起，不是不带你，实在不是一个阶层。人都到齐了吗？怎么感觉还少人？陈琳没来，她不是在群里说来的吗？听他吹牛，这种档次的酒店，陈琳估计连大门都不敢进。离了我，他哪见过这种场面？陈先生，请，您的车已经帮您停到 VIP 车位了，稍后让服务员把钥匙给您送过来。陈先生，您看坐哪里方便？需要帮您挂外套吗？不用，随便坐。
陈林，你租个车来装什么酷？这种地方也是你能来装逼的？租车？你一个月8000块工资，我们离婚的时候你兜里就剩2000，连房租都快付不起了，哪来的钱开车？还 VIP 车位，肯定租的。你要是在网上租的车，趁早承认啊，别一会儿连租车费都付不起，被人找来，到时候丢的可不止你的人，连我们这些老同学的脸都得跟着丢。婉姐，你确定？我说是租的就是租的，他一个月薪8000的还能开得起豪车，天方夜谭。你们不知道吧？大学的时候，陈林根在我后面转了整整2年，死活不放手。我不答应他，他就在宿舍门下站了1宿，这不是死缠烂打是什么？结婚这几年，他除了会端茶倒水，还会什么？要不是我可怜他，他这辈子都娶不上老婆。耽误我这么多年青春，现在离婚了还来同学会装大款。陈琳，你自己说，你一个月8000配得上这个场合吗？这些人有的嘲讽我幸灾乐祸，有的在看戏，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。怎么？我说错了？你要是觉得冤枉，你说啊，说你一个月8000怎么在这个城市过？说你租的车一天多少钱？大家都不是外人。陈林，你问问在座的，谁信你能开起 VIP 车位的好车？兄弟，咱都是老同学，你要是真借了网贷租车撑场面，现在说出来也没什么，大家不会笑话你的。对啊，陈林，徐婉现在混得好了，你也不用觉得丢脸。你没本事，过得差正常。兄弟，离了还来装，何必呢？陈林，你耽误了我那么多年青春，现在离了婚还想找有钱人挽回面子，我告诉你，晚了。当年追我的人里，随便挑一个都比你有钱，比你有出息，比你像男人。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住着破旧出租屋，连个像样的包都没人送我，你这辈子欠我的你还不清。我耽误你。当年你家穷的交不起学费，是谁省吃俭用供你读完大学？是谁养了你变得整整5年？当年徐婉家最困难的时候，在座的谁帮过他？没人。你所有的追求者一夜之间消失无踪。你爸住院，钱是我打工凑的；你弟上大学，学费是我拿的；你在家不上班，房租生活费全是我。在座的各位，那时候连个电话都没打过。今天来就是想看看大家的真面目，现在看清了。服务员，这桌的账我结了，当全了这些年的同学请，以后不必再请。先生，请稍等，我马上请经理过来。那张卡是华泰4行唯一黑卡，资产门槛1000万起步。1000万？不可能！他一个月的工资连8000都不到，怎么可能有那种卡？怎么会？装的，那卡肯定是假的。你们不信我，我去把他叫回来给你们证明。陈琳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别走！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借了高利贷，还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？你说你到底哪来的钱？你居然敢骗我！你确定想知道？不可能！查吧，你只会查到你离那8000万差了108000里。不可能！他没那个本事。对，他肯定是借了高利贷。就是高利贷，他一个月8000块，能有什么钱？我离婚是对的，他就是装的。知道我有钱，想重新吸引我的注意力，花我的钱，他休想！我有这么多钱，我怕他比我过得好。小婉呀，睡了没？没呢，李姐，您说。上次跟你说的那个项目，
人家名额明天就截止了，我这好不容易给你留着，利息比银行高10倍呢。咱们贵太太圈里好几个人都投了。真的？李姐，我能投？那你明天上午来签合同，100万起，你知道的哦。要，李姐您给我留着，我明天一早就去。投100万，1个月变150，2个月就200万了。我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。那个穷光蛋再超不过我，我永远不会后悔。陈总，面试的法务到了。进。是你？坐。不错，功课做得很全。周一入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陈总，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？你那天在出租屋被我姐那样说，为什么不反驳？没必要，因为我知道，他到手的税后400万，到现在就应该所剩无几了。小婉，条款都写得很清楚，100万进去，半年保守翻倍。不过咱们姐妹说好，名额真的只给你一个人。谢谢李姐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放心吧，小婉，以后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你就等着数钱吧。这可是我1半的身家了，全仰仗李姐了，您可别骗我。瞧你说的，我啊最不会骗人了。我先走了，还得帮你牵线去呢。哎，李姐慢走。又骗一个。这条竞业条款太模糊，如果核心团队离职后做同类业务，公司没有任何追索权。改，按你的方案来。有事的话先接。没事儿，我妈估计又是问过年回不回去，回头再回她。对了，你中午又没吃吧？不饿。不饿也得吃，你胃不好。这样的关心是徐婉从来没给过我的。不过现在的我已经不在意了，因为我得到了更好的。我纵拥美好未来，等着看徐婉为自己铸造的象牙塔崩塌的那一天。小婉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赵太太，做珠宝生意的。咱们那个项目，赵太太也投了。哎呦，您运气真好，这项目名额可紧叫了。我跟你说，投越多赚越多，我投了300万呢。300万？300万是倒差，只要你投的钱到300万，分红就能翻到底金的5倍，比银行强100倍。你投了多少？先投了100万试试。妹子，你投的太少了，浪费机会。钱放着也是放着，还不如让钱生钱。我跟你讲实话，我也是贷款投的，等赚回来再还不就行了？富贵险中求嘛。富贵险中求，投300万就能赚1500万，我现在还剩100万。如果想和赵太太一样投300万，还得贷款100万。赵太太，您的贷款方可以推荐给我吗？当然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怎么了？我爸没了。小周，订2张票，今晚越快越好，去于总监老家的。
我陪你回去。不用，我自己。你一个人撑不住。那不是小婉的前夫吗？怎么陪笑笑回来了？他俩谈上了？回来的车都是这男的给她出的，不是男朋友才怪。刚离了才多久，这么急？阿姨，殡仪馆的车是上午10点到，墓地的事儿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后续还有什么需要办的，您跟我讲。追加的200万收到，小婉放心，最快下个月就能开始回款。知道了，李姐，那我就等着收钱了。陈琳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不会是知道我现在有钱，为了追回我才来的吧？我陪笑笑。刚跟我离婚就勾搭上我表妹了，速度可真快。表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爸刚走。你急什么？大家都知道他上个月才跟我离的婚，我们一离婚，他就立刻勾搭上了你，我的好表妹。你们俩早就有私情了吧？不然怎么能这么快就勾搭上？怪不得你上次帮我搬家一直替他说话。这像什么话？难怪笑笑一直不找对象，原来等着接表舅表姐不要的。刚离婚就凑一起，丢人！看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你们俩敢做还不敢认？今天本来是来送于叔叔最后一程的，本不想在这里说这些。这些年，徐婉在北京的房租、生活费、买衣服、买化妆的钱全是我出的，在场的谁不知道？他弟弟上学的学费是我拿的，他妈上次住院的押金是我交的，逢年过节的红包礼品从他家到我家的全是我一个人扛。我养了他5年，我没对不起他半分。他呢？他中了500万。第一件事是瞒着我，第二件事是逼我离婚，第三件事是净身出户，为了独吞那500万。500万？你怎么知道？离婚协议上有一条是他自己加上去的，离婚前新增财产各归各，与对方无关。他怕我分他的钱，他亲手写的条款。到底是谁人品有问题？在座的心里应该有数。你要我是你愿意，现在拿出来说个屁！和这500万是我冤家，和你没关系。你这么在乎，还不是想要钱？你们俩就是臭鱼找烂虾，迟早没好下场。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，500万够你挥霍几天。行，陈琳，你厉害。等我发了财，看你们还怎么站在他那边。姓陈的、姓于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差点忘了，贷款每个月要还5万，还有房贷每月5万。李太太，我们的项目怎么样了？您答应我这个月回款的，现在都月中了。
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李太太朋友圈人太多，把我误删了？对了，我还有赵太太微信。赵太太，李太太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删除了，您能让她把我加回来吗？我投资的钱还没回款呢。婉婉，你联系上李姐了吗？她电话关机，微信也把我拉黑了，好几个人投的钱都打了水漂。王太太也投了，说不定她有消息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李姐人联系不上了，你投了多少进去？300万，我投了300万，还有100万是借的高利贷。卡里还剩19万8千，这个月得还8万2千，300万全没了。净利润300万。第3期基金年底能超价完成募集。通知团队，下午2点开项目评审会。对了，上个月投的那2家生物科技 ，A 轮估值已经翻了3倍，有投资人想要价接手，您看？不卖，继续跟投。为了那300万加了1周班了。值得。300万都知道拼命，那500万为什么白给徐婉？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花500万看清一个人，和他断绝关系，值得。而且500万，在一个不会理财的人手里，花的比500块还没。不能告诉别人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怎么办？是不是李太太他们来找我了？徐婉是吧？你上个月借的款过业役日了。不是还有3天宽限期吗？宽包期是跟银行说的，我们这边过1分钟就算违约。下个月见不到钱，就不是拍枪框这么简单了。这车我买了才2个月，全款，你给个价。最多15万。15万？我买的时候将近40万，开了才2000公里啊！新车落地就折30%，你开了2000公里，里程表骗不了人，而且能开这车的人不会来卖二手车。你这是高杠杆，撑不住了，就这个价，爱卖不卖。卖。这个成色还行，收你12000。12000？我买的时候68000。二手就是这个价，你要是嫌低，可以自己挂平台慢慢卖。不过我看你这样子，应该等不了。这几个一起全卖。不够还是不够，
我还是会被高利贷的人找上门的。要不以贷养贷？借款30万，分12期，12期，年化利率24%。陈林，他怎么会从这么华丽的大厦出来？他的公司不在这儿，而且他的车也还是上次那辆，难道车不是租的？陈林真的变有钱了，他是不是也中了彩票？不可能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笑笑，上次的事儿是表姐不对，今天就是想找你聊聊天。你最近还好吧？还好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听说你换工作了，现在在哪个公司？老板是谁？工资多少？表姐，你想问什么直接问吧。行，那我直接问问，你是不是跟陈林在一起了？我的工作和私生活都跟你没关系。你什么意思？于笑笑，我跟你讲清楚，陈林是我的前夫，你跟他搞一起就是挖我墙脚。你为了500万把他甩了，离婚协议上新增财产各归各的条款是你自己加的，现在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凭什么管他跟谁在一起？你就是看中了他的钱，别装了！什么独立女强人，到头来还不是怕个有钱人男人？你们俩合起伙来骗我！表姐，没人骗你，是你自己把自己活成了笑话。你别走，你告诉我他的钱是怎么来的？与你无关。行，你护着他，你走吧，走了就别再喊我表姐，我看你们能好多久。喂，徐婉女士，您的贷款已经逾期45天，再不回款，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月薪8000，连房租都付不起的穷鬼，新锐投资人，10亿基金，林远资本，这公司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工商注册信息法定代表人陈林，注册资本1000万，注册时间离婚后第3天。首支基金规模已逾10亿 ，LP 包括2家省级政府引导基金。专访写什么第一笔启动资金来自我个人积累，数额不便透露。他哪来那么多钱？个人积累，他一个月8000块能积累出5000万注释资本，能积累出10亿基金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除非他早就有了这笔钱，在离婚之前就有了。这个也不让展示，中8000万的也不让展示，我还咋宣传？8000万，陈林，会是你吗？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上次世界杯你们店里一共出了几个大奖？2个，一个小的是500万，还有一个大的。这个大的是多少？8000万。世界杯全国最大的奖就是我这个店出的，领奖的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说话挺客气的。兑完奖还专门回来给我发了个红包。我干彩票站20年，第一次碰到中8000万还回来发红包。那个小伙子，他是不是姓陈？个人信息我们这是不能透露的。那领奖时间呢？这总能说吧？是不是8月中旬？我们离婚后第2天。你不说，那我直接去找他。女士，请问您找哪位？我们这儿需要登记。我找陈林，你让他出来，我是他老婆不对前妻。你告诉他我叫徐婉，他知道我是谁。女士，您没有预约的话，让他进来吧，我跟他谈。你是怎么变得有钱的？你不是查了吗？还不确定？那我亲口告诉你，我中奖8000万。你什么时候中的这8000万？离婚前和你中的500万同一时间，
毕竟2张彩票都是我买的。 8000万，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是8000万了。你看着我为了500万逼你离婚，一个字都没说，你故意看我笑话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要是说……我说了会怎样？你中500万的时候做了什么？你难道忘了？我记得很清楚，可以帮你回忆一下。你回了屋子，把我关在外面，给你的朋友打电话说1分钱都不给他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听到吗？因为我中了8000万之后。 急着去屋里找你，想告诉你我们有了8000万，我要带你过好日子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我逼着他净身出户的时候，他口袋里揣着8000万的彩票；我让他签新增财产各归各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自己是8000万。我中了500万，我为了独吞500万，逼他净身出户，500万换8000万16倍，我个傻子！陈琳，我错了。 我不知道你有8000万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你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会离，对吗？你离婚那天说的那些话，还记得吗？你月薪8000，皮鞋都不配，你卡里只有2000块，跟你这几年是我最浪费时间的几年。我净身出户，你占便宜了，知道吗？这些话是你说的，协议是你拟的。 字是你签的，我没逼你。我错了，陈琳，我错了，那些话不是真心的，我当时就是脑子抽了。我们可以复婚，对，复婚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先放开。以前的陈琳，你骂他窝囊废、提鞋都不配的那个陈琳已经不存在了。这一句你得听清楚，而且那个条款你忘记了，双方确认。 离婚前各自名下新增财产归各自所有，与对方无关。你当初加这条的时候，想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怕我分你的500万，所以亲手封死了自己的所有后路。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后果就得你自己担着。按这条约定，8000万是我的。 从法律上讲，跟你没有关系，1分钱都没有。陈琳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！我好赖做了你几年老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什么都顺着我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宋柯，我不走！你今天不答应帮我，我就不走！你见死不救！你不是人！你不是人！你不走，那等会儿让保安来请你走。 你以后不要再来公司了。你的路是你自己选的。有没有人给我评评理啊？就是他，我前夫有钱了就抛弃糟糠之妻，我跟了他8年，租房子住的时候我陪他吃苦，他发达了一脚把我踹开，1分钱都不给我。他住豪宅，开豪车，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，我呢？ 我现在被高利贷追着打，车没了，房子也要抵押了。他呢？他连见都不愿见我。你们说这种人是人吗？表姐，你说陈琳抛弃糟糠之妻，其他未列明财产及离婚前新增财产各归各的，和对方没关系。你自己签的字，现在说他1分钱不给，净身出户还来闹。 这不是讹人吗？你闭嘴！你早就跟他勾搭上了，你们2个合起伙来看我笑话，说不定当初我们离婚就是你设计的。表姐，你装什么傻？离婚是你逼陈琳，说她1月挣8000，给你提鞋都不配。你净身出户是为了赶快离，不是为了体面，是为了独吞你那张500万的彩票。可惜你不知道，陈琳那张彩票中的是8000万，而且中的时间在你们离婚之前。可惜按你自己写下的条款。 8000万跟你没有1分钱的关系。你们胡说！你们都在胡说！8000万就应该有我的1份！你们把钱给我！保安！你们放开我！8000万是我的！都散了。没事吧？谢谢。今天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出头。
不用谢，你对我好，我自然也会加倍对你好。而且徐婉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自己犯了错，永远怪别人。以前没人当众拆穿过他，以后我愿意为你们这样做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徐女士，我是物业工作人员，这位是来配合工作的银行工作人员。您连续3个月未还房贷款，银行已正式起诉。这套房子现在由法院查封。你们凭什么封我的房子？我付了50万首付，这就是我的房子。女士，您的贷款已经逾期超过90天，按照合同约定，银行有权申请法院查封拍卖抵查物，请您配合，不要妨碍执行。别封我的房子！我知道错了，我马上还，我找人借钱，我马上还。您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让开吧。这套房子是我全部的家当，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，你们不能这样！你们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人倒霉！单间押1付3，一个月500，要住就住，不住拉倒。你那点钱只够租这间。以前这种地方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那你现在看不看？不看就走，后面排队的人多了去了。租，我租。陈琳现在应该在他那个大别墅里吧，喝着红酒，看着夜景，身边还有于笑笑陪着，而我住在这种地方。徐婉，以为跑到这儿我就找不着你了？你欠的钱已经逾期很久了，今天该还了吧？我没钱，你们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前夫有钱的，只是他不给我，要不你们帮我一起去要，他看到各位大哥肯定不敢不给。呸！拿哥几个当你的打手了，那是你的事儿，老子只管收钱。今天拿不到钱，你就别想走。虎哥，你再给我1个星期，我再去求他。这次我当众给他跪下，我不信他真的见死不救。说那么多干屁！我们就要钱。到底能不能拿钱？能，你3位现在就跟我去我前夫公司，我要到钱马上给你们，行吗？带路。还有机会，我还有1个机会，当众给他跪下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求他，我就不信他真能看着我去死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脸上全是血。前几天好像也来过，闹了好几次了。陈琳，你出来见我一面，求你救救我！看在我们曾经是夫妻的份上。这女的怎么回事？连着来闹了好几次了吧？听说是前妻，离婚了还来缠着要钱。人家现在是投资公司老板，也不看看他自己配不配得上。你抓我！都在这跪半天了，你前夫连个影子都没露。你们再给我点时间，还给你时间？你都拖了多久了？虎哥，我打听到了，这女的根本拿不出钱，她前夫早就不管她了，在这跪了好几次都没用。没用，那就按规矩来，下周再还不上钱，卸1根手指。今天先收点利息。看什么看？替人讨债，天经地义。谁要是替他还钱，可以站出来。陈琳，求你出来见我一面，他们要卸我的手。陈琳，陈总，那位徐女士又来了。这次她跪在公司大门口，脸上带着伤，一直在喊您的名字，围了不少人。保安问您怎么处理，让保安把她请走，以后不要让她再靠近公司大门。是，那如果她不肯走呢？那就报警。他脸上好像有伤，是不是被人打了？他的路是他自己选的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她毕竟是我表姐，小时候她不是这样的。我姥爷还在的时候，她也会把自己的糖分给我吃。人是会变的。你恨她吗？不恨，也不想再有任何关系。见了又能怎样？帮他还了这一次，还有下一次。他的路是他自己选的。从我签离婚协议那天起，他的事就不再是我的事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对他百依百顺。是，
他嫌我穷，我就拼命加班；他不想做家务，我下班回来做饭洗衣；他不喜欢我加班，我把升职推了，换来的就是他中了500万。第一件事是瞒着我，第二件事是逼我离婚，我欠他的，这5年早还清了。新来的，动作快点，外面还有2筐没洗。知道了。你这手怎么回事？上回被催烧的人打伤了，还没好？没事儿，不耽误干活。我这儿包吃包住，1个月3000，你只要不赌，老老实实刷碗，也能活下去。别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我没赌，我是被人骗了。都一样，贪心才会上当。记住教训吧。本届年度新锐投资人，林远资本创始人陈林先生，有请陈总发表获奖感言。感谢组委会，我要感谢当初那个没被生活打倒的自己，也感谢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。这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富贵人生，为什么到最后让于笑笑捡了漏？陈总，那条帖子已经构成了诽谤，我们整理了证据。他上次在大堂闹事时有完整的监控录像，还有那份离婚协议的备案复验件。您要起诉吗？发律师函，要求删帖，公开道歉。起诉，先不着急。他现在连律师函的赔偿金都付不起。平台那边怎么说？已经联系了，内容涉嫌侵犯名誉，应该今天内就会下架。但传播范围太广了，我都看到了。昨天发的，一夜之间转了好几千条，有人开始人肉你公司地址了。需要我帮忙联系平台吗？不用，我已经不想在徐婉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了，她不值得。况且，这波证据出去，网友自会帮我逆风翻盘。可算睡了个好觉，让我看看网上的舆论是不是快要把陈琳毁了。您发布的内容因涉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已被平台删除，账号被限制使用。陈琳给我发了律师函。这前妻也太贱了，自己想独吞500万离婚，还上网倒打一耙，自挂东南枝，祝早死。我为昨天陈总道歉，陈总真是人帅善钱还多，前妻也是个眼瞎的傻子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不是一个阶层了。有人说我运气好，确实，我的启动资金有一部分来自运气，但让钱生钱靠的不是运气，是我本人的眼光与决策能力。运气只能给你一次机会，能不能抓住，靠的是你之前做过的所有准备。公司下一步什么计划 ？A 轮融资已经到账了，下一阶段做自己的基金。我一直觉得你会做这个，从第一次在你办公室看到那些报表就感觉到了。
那你很懂我。我不只懂你，还会一直陪着你。看来近期陈总前妻在网上的言论并未影响到陈总，而且陈总似乎好事将近啊。自然，我创业以来都是笑笑陪着我，我会给他应得的一切，无论是荣华富贵还是权势地位。那您的前妻呢？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他的人生是自己选择的。新来的，动作快点，外面还有2筐没洗。知道了，你这手怎么回事？上回被催烧的人打伤了，还没好？没事儿，不耽误干活。我这儿包吃包住，1个月3000，你只要不赌，老老实实刷碗也能活下去。别再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了。我没赌，我是被人骗了。都一样，贪心才会上当。记住教训吧。本届年度新锐投资人，林远资本创始人陈林先生，有请陈总发表获奖感言。感谢组委会，我要感谢当初那个没被生活打倒的自己，也感谢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。这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富贵人生，为什么到最后让于笑笑捡了漏？表姐，你来干什么？看我有多惨。顺路，而且我妈也嘱咐我，我们好歹是表姐妹，应该来看看你。服务员，过来收拾了。他对你好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表姐，你现在住哪儿？还好吗？城中村包间，平时就在这儿打工，包吃包住，1个月3000，挺好的，比之前强，至少不用担惊受怕。我上次给你转的钱还债了，谢谢。那5000块是我这辈子收到的最值钱的钱，比我当初那500万还值。徐婉，这不是忙着呢，你在哪儿唠什么闲嗑？行了，你走吧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好，你没事就行，以后别再作了。你认识那个人啊？看着挺有钱的。我表妹。以前我比她有钱，后来呢？后来我自己做的，全做没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林远资本成立1周年的庆典，同时这也是我们老板和老板娘的订婚宴。
你还恨他吗？不恨。恨一个人，说明你还对他有期待。我只是不关心了。8000万改变不了什么，改变不了你的过去，改变不了别人怎么对你，但它让你可以选，选离那些不值得的人远一点，选和真正看得起你的人站在一起。从前总觉得自己不配，后来才明白，配不配不看别人怎么对你，看你自己怎么选。